怎么也想不到，婆婆居然把我养了10年的科尔鸭杀了炖汤。看着碗里那熟悉的小帽子，我胃里翻江倒海。就在我崩溃大哭时，半空中突然飘来丫丫仙人，她说能帮我复活一个人。我毫不犹豫写下3个字：杨发地。那是让婆婆闻风丧胆的。蔡婆婆，来，小花吃肉。这肉炖得软烂，一丝一丝的，看不出是什么肉。谢谢妈。我的老公卢展则是名海员，常年出海，结婚不到半年，婆婆就以照顾起居的名义从乡下搬来了我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婆婆还和蔼可亲，但是时间一长，她就开始对我各种约束使唤。后来没过多久，老公妹妹卢嘉文生了个女儿，据说婆家不待见，3天2头和她吵架，婆婆自作主张将母女一起接了过来。自此之后，这家里更是一切都优先小姑子和外甥女。最让她看不顺眼的是我养的科尔鸭，但那个是我妈妈去世前送我的，我已经养了10年，我说什么也不可能丢掉。今天下班，一向板着脸的婆婆突然转了性子，在餐桌上对我尤其热情。来，再喝口汤。身旁的卢嘉文端着碗，嘴里大声吸溜着汤水，看样子鲜美的不得了。嫂子啊，你快喝点，可鲜了。好的。我刚刚将肉放进嘴里，就听她接着说：这老鸭肉也紧实，妈都咬不动。这是鸭肉。婆婆假装没听见。嫂子，就算我妈做饭不合你胃口，你也不能这样啊。不是，我不吃鸭肉。你不吃鸭肉，那你养鸭子干啥？丫丫是我的宠物。我没敢说是家庭成员，怕婆婆听了受不了。你们城里人真是有钱没处花，在我们老家，看家的狗老了都要宰了吃肉的。我不想跟她争论，朝着阳台拍了拍手。往常只要我一拍手，就会有一只雪白的科尔鸭扭着身子哒哒哒哒跑出来，但今天安静异常。我余光看见婆婆嘴角浮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笑，心中一紧，赶快跑到了阳台。丫丫的窝里是空的，我抱着一丝侥幸，慌张来到厨房，看到了可怕的一幕。厨房的垃圾桶里丢着一颗小小的鸭头，鸭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帽子。丫丫，她是妈妈去世之前送我的。你们居然把丫丫杀了，炖汤吃。哎呦，要命啊！我一把年纪可受不了你这么吵。文文想吃老鸭，城市里哪有老鸭卖？你这只养了10年，不吃都浪费了。你喜欢就去菜市场买几只宰再养吗？卢嘉文没想到我反应能这么大，他是真吓了一跳，大气不敢出。文文，吃饭，这里是妈家，你怕啥？胆子这么小。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冲回卫生间就吐了。我哭着拿起电话，但最终也没打给卢展泽。房门没关严，婆婆和卢嘉文的声音传来：妈，他咋了？矫情病，别管他，看他作妖做到什么时候。吃，把鸭肉都吃了。要不要给嫂子留点菜？你管他干嘛？你多吃，以前妈坐月子就没不好，现在浑身是病，鸭汤给他留着，我看他饿了吃不吃。这死丫头仗着读过些书就瞧不起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卢嘉文不再说话，只听见他闷头扒饭的声音。我眼泪又开始不争气的流，不知不觉竟然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半夜，我突然被一道耀眼白光惊醒，只见半空中漂浮着一只巨型的科尔鸭。丫丫，我不是丫丫，我是鸭子仙人。因为你们人鸭情深，感动鸭界，我特来见你。丫丫横死家中，但阳寿未尽，他还剩2年阳寿。写下丫丫的名字，献上一滴你的眼泪，我可以助你将她复活。只能选择复活丫丫吗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，但你不想再见到丫丫吗？我希望她尽快投胎，如果不能做人，就做一块石头，一棵树。她不活也还是鸭子，成天还会被人惦记。你说的没错，那你是想复活你的母亲？不是，我承受不了再次失去她，我要复活另一个人。杨发地。杨发地。对，她是我老公的奶奶。在小花写完最后一笔的那刻，屋中金光大盛，婆婆和卢嘉文也跑出屋门来看。只见一个瘦小的老太太从金光中走出，出现在客厅里。妈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杨发地稀疏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小揪，皮肤黝黑布满皱纹，缠足小脚只有巴掌大，嘴巴里的牙齿只剩一半，但一双三角眼里却透着金光。刘贱妹，你个败家婆娘，你这么盼着老娘死啊？老娘是神仙送回来的，神仙看我吃了一辈子苦，送我回来享福的。这丫头是谁？奶奶，我是肖小花，是展泽的媳妇儿。哎呦哎呦，好啊，我金孙儿都娶上媳妇了。结婚多久了？生娃了没？小花将老太太扶到沙发上坐下，将和卢展泽认识到结婚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。奶奶，我跟展泽结婚还不到1年，
他一直在外面，还没机会生呢。好啊，我们展泽出息，能娶上市里干部的闺女。不要紧，等展泽回来，我给你个偏方，一准当天就怀上。花花，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礼，你收着。奶奶，这太贵重了，不合适。哎，你不收，奶奶可要生气了。小花推辞了2下，最后将金镯子揣进了口袋。这时，老太太扭头看向婆婆，还行，展泽不在，你知道过来伺候孙媳妇儿，算你长进了。你咋也在这，还没嫁出去？想让家里养你到啥时候？奶奶，妈，嘉文结婚了，都生娃了，现在是过来坐月子。生的是个啥？女娃。咦，是女娃，还不如生个阿猫阿狗，还有脸跑这来坐月子。好啊，你是被婆家撵出来的吧？奶奶，你刚回来饿不饿？我去煮点东西给你吃。贱妹，去给我煮点饭。婆婆心里不情愿，但也不敢惹她这死了又活过来的人，生怕一会不乐意给她也带走。老太太看着碗里肥乎乎的腊肉和米饭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她牙口不好，只能细嚼慢咽，吃着，眼睛瞥见餐桌旁的垃圾桶，看见里面都是鸡鸭猪的骨头。你们这2个赔钱货，贱皮子，嘴怎么这么馋？我儿和我孙儿都不在这，你2个婆娘吃这么些肉干啥？那么些肉，小花没吃，只是默默将自己碗里的腊肉夹给老太太，自己则用酱油拌了饭。花花，你可不能吃这么少，得把身子养好。我们老卢家的香火可攥在你手里呢。奶奶，我今晚闻了恶心的东西，吃不下。你闻啥了？你恶心的东西，以后家里咱不买了。鸭汤，我不吃鸭肉，跟婆婆说过，婆婆可能忘了。忘了？她记性可好呢。她坐月子，我少给她1颗鸡蛋。我死前她还念叨呢，我看她就是故意使坏。这刘贱妹心眼子坏得很。小花，你说话也要长良心，我是你婆婆，我能害你吗？小花害怕地放下碗筷，低头不说话。天杀的你个刘贱妹，你吓我孙媳妇干啥？吃，花花，你吃你的。今天太晚了，明天奶奶带你去买大鱼大肉。奶奶，其实冰箱里还有吃的。哦，有啥？有燕窝呢。耶，那是大雁的肉。天杀的刘贱妹，好东西不给孙媳妇吃，你想造反吗？还不快去做！婆婆苦着脸，磨磨蹭蹭去了厨房。花花，你多吃，奶奶不馋。谢谢奶奶。天还没亮，睡在客房的奶奶就拄着拐棍敲在婆婆和小姑子的房门。你们2个好吃懒做东西，谁家媳妇天亮才起床？进城了就把自己当城里人了。你们是那小姐的命吗？躺在襁褓中的小外甥女被她这一嗓子吓醒，哇哇直哭。赔钱货，又生个赔钱货，晦气！姐妹，快去拖地烧饭，家里窗户也要抹干净。人家外人看见家里脏，要笑话我老卢家。自从老太太死后，婆婆就没再起过大早，如今突然惊醒，手都在抖。她心疼卢嘉文，没舍得让女儿跟自己一起干活。不到6点，在老太太的监督下，婆婆已经把地拖完，开始擦窗了。7点半的时候，小花从房间走了出来。昨晚她戴了降噪耳塞，这一觉睡得太香了。奶奶，见小花把金镯子戴在手上，老太太很满意。花花，你起这么早做啥？去，快去，再眯一会。不了，我还要上班呢，不能迟到。好，那你快去上班吧，在单位里勤快点，单位里可不像家里。看看人家花花，城市女娃就是厉害。你书读不来，肚子还不争气，一辈子就吃白饭，还敢带个拖油瓶回来，当初就应该掐死。奶奶，是我不想读书吗？还不是爸不让。你还敢顶嘴？妈，你怎么能说文文吃白饭呢？我俩哪个干活干少了？他小小的就要出去割猪草，割猪草也算干活。要不说你这个女儿就随了你这个懒妈。他们在家吵着，小花换好衣服就出门去上班了。等到下午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卢嘉文正躺在卧室里痛苦的呻吟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心眼也是小，你生什么气呢？你看看，不出奶了吧？只见卢嘉文的胸部肿胀，有一个硬块，疼得他满头大汗。哎呦，花花回来了！奶奶，我帮你。这死丫头，中午就开始耗丧，奶水出不来了。
快给他喂下去，喂下去就出奶了。小花将那只碗放在床头柜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还能是啥？是救命的方子。豆渣里面放香油、酱油。以前农村母猪不下奶，都是这么来的。奶奶你怎么能拿我跟母猪比？卢嘉文躺在床上，听拿他和母猪比，又开始哭。哭，一天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多眼泪，家都让你哭败了。文文，你起来喝一口，这是村里的土方，人也是这么吃的，没事。卢嘉文怀疑地看着自己亲妈，犹豫着接过，闭眼灌了一大口。小花看见都直皱眉头，东西进嘴，噗一声被她喷了出来，吐了婆婆满脸。太难喝了，好臭啊！这是啥？这鸡蛋都臭了，还能吃吗？有啥不能吃的？以前没解放的时候，牛屎洗洗都能下锅，现在你还挑上了。你当初不是说我坐月子少给你鸡蛋吃了吗？现在让你女儿吃，咋了？婆婆瞪着老太太，原本还想发脾气，但看女儿疼得死去活来，硬生生憋了回去。最后，她带着卢嘉文去了医院，不知道医生用了什么办法，卢嘉文好了，但明显受了不少罪。等到周末，小花开车带着老太太去了一趟市中心，婆婆和小姑子都不愿意跟着。老太太第一次来大城市，眼都花了。小花给老太太买了好多东西，吃穿用度一律置办齐全。看着小花从容地和外人交谈，老太太更是得意。回来的路上一个劲儿夸她会开车，能说道，能赚钱，还是城里户口，比家里那3个赔钱货强。小花笑着没说话。一打开家门，婆婆正躺在沙发上睡回笼觉，身边还摆着拖布水桶，看来是早上起太早，干活的时候睡着的。你个刘姐妹，这家就属你最有福气，儿子出息，儿媳能干，你好吃懒做一辈子，还能住楼房，你命咋就这么好？你说说，你命咋就这么好？我打死你个懒婆娘！拐棍一下一下打在婆婆身上，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婆婆被吓醒，彻底火了，直接抓住老太太的拐棍，两个人厮打起来。爸，你快来城里吧，妈和奶奶打起来了。公公当天下午就坐着长途大巴来了，一进门看见眼前老太太，扑通一声就跪了。妈，儿想你啊！大山啊，我的大山，娘想你啊！娘这辈子苦啊，死都死不安心啊！我们另外3人在旁边看着，心思各异。公公很快就接受了奶奶死而复生的事，反正这是他亲妈，不会害他。儿啊，你把我接回农村去吧，这城市里容不下我这个老婆子。公公第一时间就看向小花，奶奶连忙解释，是他刘贱妹，我让他擦个地，他竟然打我，还有杀了你亲娘了。大山，你当初咋娶了个祖宗，闹得家宅不安？跪下给我妈磕头！你再对我妈动手，老子宰了你！婆婆只能跪下给老太太磕了一个头，老太太这才喜笑颜开。儿啊，这城里待着舒服，你也留在城里陪陪娘啊。好。小花麻利的去收拾房间，让公公婆婆睡一间，老太太和卢嘉文睡一间。卢嘉文本来想让老太太和小花睡，结果被老太太一顿臭骂，问是不是嫌弃她老了，不想伺候她。卢嘉文怕再毒奶，只能闭嘴。公公一来，这家里就又多了一个要伺候的人。小花，你公公现在来了，家里活多，你多少帮忙干一点，不能总歇着。老太太坐在沙发上跟公公看着电视，一颗心全扑在她宝贝儿子身上。一个50几岁的老头，她就是看不够。公公再怎么说，晚上也要跟婆婆睡一个被窝。比起小花，自然更向着婆婆。儿媳妇儿，给我找个东西弹烟灰，家里连个烟灰缸都没有。好的爸，等下我算好账就帮你找。算什么账？奶奶，这是这个月家里的开销，我在记账。我不识字，这一个月开销得多少钱？我这个月还没算出来，按照往月来看，光是吃喝一个月要7、8千吧。七八千，咋会花这么多钱？刘贱妹，你在家不管账的吗？孙媳妇是城里人，花钱大手大脚，你就这么看着，等她把金山银山败光了，你才满意是不是？婆婆来了之后，生活费都是我出，所以她也懒得问，只顾着把我老公的工资卡攥在手里。一听居然有这么多，赶紧过来翻了翻账本，看到给女儿买东西一个月要花3000多，她汗都流下来了。奶奶，原来你是怪我没管好家啊。花花，奶奶不怪你，都怪这死婆娘，土都埋半截了，还让个晚辈当家。
今后你别管钱了，让他管。老太太说一不二，家里的经济重担一下就转移到了婆婆身上。晚饭的时候，老太太叫小花在厨房摆了张折叠桌，正式定下了规矩。以后贱妹和丫头就在厨房吃，之前都是女人就算了，现在大山来了，男人上桌吃饭，女人就不凑这个热闹。奶奶，那我呢？老太太眼睛转了转，想到我1个月赚的钱，笑着说：“你就替我家孙子上桌一起吃。”小花无视婆婆和小姑子火辣辣的目光，坐到了奶奶旁边。盛饭的时候，卢嘉文盛了第1碗，顺手就放在了厨房的小桌上。死丫头，谁让你先给自己盛饭的？胡闹！家里有男人，第1碗肯定是要盛给男人的。男人是天，第1碗肯定是要敬天。卢嘉文只能把第1碗给公公，第2碗给老太太，之后的就随意了。连饭都盛不明白，难怪你家男人不重视你。等男人先动筷。最后天饿了，这才拿起筷子，大家也跟着一起吃了起来。自从老太太让婆婆管家之后，家里的伙食就出现了2极分化。公公这桌是可以吃上肉的，厨房那桌就只能吃头天的剩饭。今天他们俩吃的是烂豆角和碎鱼肉。短短几天，卢嘉文肉眼可见就瘦了1圈。吃完饭恹恹的回了房去奶孩子。公公这人不爱洗澡，春夏秋冬都是半个月洗1次，老太太也不能勤洗，所以趁着婆婆洗碗的空当，小花就美美的洗了个热水澡。等婆婆给公公打了一盆洗脚水后，她也进了浴室。小花正躺在卧室里刷着手机，突然听见浴室里一声惨叫：“哎呦喂，冻死了！热水怎么没了？”刘贱妹，你大呼小叫什么？那个烧水的东西我给关了，电视上说那东西可费钱了，你拿帕子沾上水擦擦就行了，别进了城学着人家讲究。以前农村都是这么洗，你看看我们农村里的人身子多壮实。大山，你快给老娘把热水给插上！你吼我儿子干啥？今天我就给你立立规矩，别忘了自己是啥身份。婆婆，你就听奶奶的吧，她是你的婆婆，能害你吗？就是，还是我们花花懂事。不知道婆婆怎么洗完的，总之出来的时候嘴唇都白了，浑身打抖。到厨房喝了一壶热水，人才缓过来。咦，难怪只给我生了1个孙儿，胖得像头猪，身子比温鸡还差。第2天，公公一早就出门溜达去了，小花到时间也出门上班去了。虽然有老太太帮她说话，但这种气氛她实在不喜欢，反而觉得在公司比较自在。中午，她用手机 APP 调取了家里的监控。以前为了看丫丫安的监控，没想到今天却拿来看起了真人秀。监控里，客厅就只剩下婆婆和老太太。卢嘉文这些天也不喜欢来客厅了，白天能躲在房间里就躲在房间里。婆婆拖着身子在阳台上晾衣服。刘贱妹，你要死啊！你妈教你这么挂衣服的吗？把你男人的衣服挂上面，女人的衣服挂下面，真是倒反天罡。难怪我的宝贝儿子跟了你这些年，不见赚到什么钱，都是被你克的。还有你的这些内裤，都给我晾去你自己的房间。你晾在阳台不嫌丑吗？害不害臊？大山抽烟从下面过，这不是压他的运势，触眉头吗？小花在办公室里笑得前仰后合，干脆把耳机一戴，当成了办公的 BGM。下午，耳机里又传出了吵嚷的声音，一直窝在房间的卢嘉文跑出来了，他满手都是黏糊糊的东西。奶奶，这是不是你干的？文文，又怎么了？妈，这是你给我买的修复膏，全都被换成猪油了。啥？妈，你这是干啥啊？里面的膏你弄哪去了？咋了？都是药膏，许他用，不许我用啊！我脚跟都裂开了，你们都不说给我买点药膏擦擦，还有没有良心了？妈，这药膏1盒几百块，你想擦脚用猪油啊？这个是给文文去肚子上的皱纹的。好你个刘贱妹，我用猪油擦脚，好东西给你女儿。就你这个死丫头金贵，生个孩子有啥了不起？天天躲在屋里啥也不干，还除肚皮上的皱纹，除了给谁看？你男人睡都睡了，你没有皱纹还能长出花来？你再弄能比得上那些没生养过的大闺女啊？不要脸！卢嘉文再次被骂得连哭带喘，捂着心口跑回了房间。平时只要公公在，老太太就跟公公聊天，用的都是老家话，但本地农村的婆婆和卢嘉文就听不懂了。这俩人在家成天说着我们都听不懂的话，一区区就是1天。我想起之前卢嘉文刚来她家的时候，婆婆和她也是成天说着方言，我傻乎乎的坐在旁边，虽然话听不懂，但是善意恶意还是能感觉到的。
就像视频里公公和老太太说的起劲儿，老太太那三角眼时不时朝着婆婆那边翻一下，嘴巴撇着，语气抑扬顿挫，一看就没说好话。老太太复活半个月，婆婆和卢嘉文被她成功调教出来了，因此她在家骂人的次数少了很多。一天晚饭后，婆婆开始试探性的提出想出去转转，老太太见她把家务活都干了，也就没吱声。婆婆麻利的进屋收拾了一下，之后穿着大衣，戴着帽子，围着围巾就出了门。这些天老太太过来以后，婆婆连打扮都不敢打扮了。以前她可是每天都要把头发烫卷，涂上口红去跳舞的。1个半小时后，婆婆回来了，这时候额头上有一层汗，看来是跳了尽兴。婆婆鬼鬼祟祟跑去厕所，把脸洗干净了才出来，看着沙发上一无所知的老太太，她这些天第一次露出得意的表情。小花想起当初婆婆刚搬过来和她住的时候，那时她跟展泽说自己过来照顾小花，一开始小花还傻傻的觉得婆婆贴心，但后来才发现这分明就是监视，就连跟女同事吃个饭，她也要把时间记下来，偷偷报备给她儿子。女人结婚了就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，下了班要赶紧回家，家里还有一堆活要干呢。跟那些人有什么好吃好聊的？我一个人在家里，你回来伺候伺候我不行吗？当初对小花严防死守，如今她自己这么自在，小花实在看不下去。周末，婆婆依旧3点多就出门了，小花算着时间，估计她已经开始热舞了，就找到了老太太。奶奶，社区刚刚通知我，在前面小广场上有人在发鸡蛋，70岁以上免费领。在哪领鸡蛋呢？我多排几次队，你帮我拿着。小花给她拿了塑料袋，扶着老太太就下了楼。她腿脚难得这么麻利，到5分钟就走到了小广场。广场上人头攒动，有唱歌的，有跳舞的，就是没有领鸡蛋的。小花佯装四处打听，一路带着老太太朝着某个方向靠近。只见婆婆已经脱了大衣，里面穿的花里胡哨，她正忘情的和一个皮裤老头跳舞呢。刘贱妹，你个不守妇道的破鞋！婆婆被人叫到大名，吓了一跳。来人啊，都来看啊！这是我儿媳妇刘贱妹，她跟外面的男人一起鬼混啊！这个破鞋又懒又馋，在家不孝顺长辈，1个月要花7、8千的生活费啊！她把老公扔在农村，原来是自己进城找了相好的。老太太的喊声响彻整个小区，婆婆急眼了，一下把老太太推了个趔趄。妈，你把奶奶推倒了，我一个人扶不回去，你不能走啊！哎呦喂，刘贱妹，她叫刘贱妹呀，她不守妇道。哎呦喂，这男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我不知道他有老伴儿，他说他老伴儿死了。好你个刘贱妹，你竟然敢咒我儿死！你看我回家不让大山打死你！最终婆婆彻底社死。婆婆社死后回家还被公公打了一顿。老太太看着这水性杨花的儿媳，突然脑中闪过一道灵光。大山，快把他手里的存折都找出来，免得他哪天带着钱跟野男人跑了。公公很听话，到卧室里一顿翻找，把婆婆所有的钱都找了出来。这是婆婆几十年攒下的棺材本，但无论她怎么哭闹，公公都不还她。老太太嘱咐公公，这钱一定要自己收好。公公手里有了钱，手指头就开始痒痒了，转天就不知道从哪叫来了几个狐朋狗友，在家里支上了一桌麻将。媳妇，出来打牌啊！婆婆一上牌桌，人就精神了。公公叫来这几个老头全是烟民。小花在办公室看着监控，都觉得家里呛人。几个人边抽边打，浑然不在意家里还有老弱妇孺。卢嘉伦没办法，只能抱着孩子又躲去了卧室。婆婆牌瘾很大，打着打着就上头了，把脚踩在了公公的椅子上。刘贱妹，谁让你把脏脚翘到我儿椅子上的？你这是要让我儿输钱啊！公公的确是在输钱，老太太急得团团转，最后去了一趟厕所。从厕所回来，她就一直站在婆婆身后。不久，公公时来运转，开始赢，直到下午5点多，那些人起身告辞。妈，你看我厉害不？儿啊，是老娘在帮你哟。你看，这是偏方，有人克你的时候，就把这东西沾他身上，就能转运。你往我衣服上抹屎！你喊什么喊？要不是你克大山，我也用不着给你用这个偏方。当晚婆婆洗澡的时间都比平时长了一些，可能是因为前一天公公在家抽烟枪的。小外甥女从4点多就开始咳嗽，用体温计一测，发烧了，烧到了40度。你个瘟鸡，我就说娇贵着养不成吧。半个小时后，也不知道她从哪个菜市场搞来一个公猪蛋，那蛋还热气腾腾的。这是好东西，是猪的蛋，吃了这个就能退烧止咳。我们农村以前都是这样的。我女儿不吃，她不吃这个。
你个赔钱货！我求爷爷告奶奶才从老板那儿要来的，他不吃也得吃。奶奶，这留给公公补身子吧。我有个同学是儿科大夫，看病不要钱。真不要钱？真不要，是我很好的大学同学。死丫头，你还不谢谢人家花花？你看看花花，再看看你，嫂子，谢谢。天还没亮，小花就带着卢嘉文挂了急诊。她不认识儿科医生，刚才是骗老太太的，最后花了1000多，好在姜烧退了。医生都捏了一把汗，说再来晚一会，没准孩子都烧傻了。天亮，卢嘉文守在孩子身边，看向小花嘴里嗫嚅。嫂子，谢谢你。从那天开始，卢嘉文也时不时帮小花说话。这家里除了无视她的公公，唯一和她不对付的就只剩婆婆了。然而婆婆顾不上针对她，因为公公出了状况，公公外遇被婆婆发现了。好你个卢大山，丧良心，挨千刀！你电话里头那个女人到底是谁？你们好多久了？天哪，我不活了，我要跟你离婚！离婚？好，你跟我儿离婚，滚出去，给你出息坏了！你个破鞋，有啥可说我儿的？你在外面跟男人搂着抱着，我儿子也就打了你几拳，踢了你几脚。他跟你说过离婚吗？男人都是这样的，媳妇再好，他都未必老实，何况找了像你这样一个婆娘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就知道向着你儿子，我看看以后你们有什么好下场。你敢骂我老娘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婆婆这次也发了狠，两个人扭打成一团。老太太拿着拐棍，时不时找准时机捅一下。婆婆是不敢离婚的，她在老家没有田没有地，现在离婚那就是个乞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她都一直以泪洗面。除了卢嘉文时不时会安慰几句，基本没人理她。直到小花慢慢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以往老太太和公公用方言蛐蛐的时候，都是一副挤兑人的刻薄神色，但这几天开始，两个人开始有说有笑起来。老太太甚至聊得眉飞色舞，像是中了彩票。小花还没来得及一探究竟，自己也接到了一通好消息：卢展泽回国了。他的轮船跑完一圈国际航线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这一次足足有3个月的假期。下班后，小花迫不及待往家赶，刚下楼就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高挑男人。男人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，面容立体俊美。小花，我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你是受委屈了吗？是，特别委屈，你要好好补偿我。他们没有直接回家，家里人太多，我俩都嫌吵。他们找了一个安静的咖啡厅，小花将奶奶复活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。对不起，如果我在的话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小花，这次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国内最好的航运集团要聘我去做海务管理，我能下船了，工作地点就在本市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分居了。太好了！长时间压抑在心中的机遇逐渐扫去。傍晚，小花挽着展泽的手臂回到了家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传出激烈的争吵和打杂的声音。卢大山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啊！他们打开门，就看见婆婆手里拿着菜刀挥舞，见到卢展泽，菜刀哐啷一下掉到了地上。儿子，我儿子回来了！妈，你有事冷静点说，别这样。小花识趣的赶紧退到一旁，此刻她心中已经隐隐有了答案。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爹，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了儿子，孩子都6岁了。公公再次抽着闷烟，板着脸，没有内疚，只有不耐烦。展泽，是奶奶呀，奶奶回来看你了。奶奶在下面过的苦，就是因为你妈这个丧门星，扰得家宅不安。是你儿子搞得家宅不宁，他连野种都生出来了。什么野种？只要是我儿的种，就是正经老卢家的人。大山，你那小儿子在哪？快点接过来，认祖归宗。哎呀，我命苦啊！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。公公没来得及躲，一下就被砍中了手臂，血流一地。谁也没想到，卢展泽回来第1晚，婆婆就被抓了。公公进了医院，就剩下老太太和卢嘉文在家。老太太老了，折腾不动了，知道小花花钱给公公请了24小时护工，感激地看了看他。展泽让小花先回房间，他要单独和老太太聊聊。这一聊就到了半夜。小花，我要再次向你道歉，亲身经历和听说的程度完全不同，我家里人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跟奶奶聊什么了？我让奶奶带着爸妈回老家，我跟她说了我要回来的事情。她同意了？我跟她说，他们不回去，我们就不生。你真是个大孝孙。那他们回去就马上要生吗？我还没准备好。没事，你不是说只有2年时间吗？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我不能再亏欠你了。 5天后，婆婆被放出来了，整个人都蔫了。
公公只是皮外伤，同一天也出了院。卢展泽帮他们订了回家的票。一开始婆婆死活不愿意，但老太太按照卢展泽教的，威胁说她不听话就让公公起诉她，判她2、3年。婆婆立刻就老实了，但她临走前心思还活络了一下。她知道卢展泽不上传了，就撺掇他们给卢嘉文的老公在城里找份工作。让小花意外的是，卢嘉文听见后主动拒绝了。妈，我男人没本事没学历，他能干的活儿也不用找关系，人家找关系的工作他也干不了。你这个不争气的！婆婆一路上都在数落卢嘉文，她就当听不见。4大1小5个人坐上了回去的火车。卢展泽落地后，工资不降反增，不到1年，他就给他们这个小家换了一套新房。在他们打算将老房出租的时候，凑巧赶上卢嘉文和她男人进城打工，他们就以很低廉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了卢嘉文2口子。她男人挺憨厚一个人，就是嘴笨，加上之前兜里一穷二白，在家说话都要低着头。自己老娘念叨媳妇的时候，他说话也不管用。但人好在他愿意跟着卢嘉文出来，也勤快。2个人盘了一家小店，卖些瓜果蔬菜，时不时还会给他们送来一些。小外甥女已经开始牙牙学语，十分可爱。2人的日子也眼见好了起来。卢展泽好奇妹妹怎么突然有了生意本钱。你奶奶的金镯子是给孙辈的，我卖了，钱1人1半。小花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走什么样的路都是她自己争取的。丫丫死后的第2年，奶奶再次去世，他们回去给老人奔丧，因为之前办过葬礼，所以这次比较简单。短短2年时间不见，婆婆仿佛老了10几岁，头发都白了不少。填土的时候，除了展泽，公公还让一个小男孩填了一捧土。小男孩8、9岁，长得有几分像公公，木讷讷的，不太敢说话，名字叫卢耀祖。公公对外说是从外面收养的，但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回去的路上，小花看着那座丑陋低矮的坟头渐渐消失，她由衷的希望有朝一日，那压在一代代人心里的坟也能永远消失。